年11月8号哦。我们今天的讲师已经来到现场了，嗨，杨澜团长，时间交给你喽。好，大家晚安哈。我只是比较惊讶费学院这一个幼童军服务员的课程，这样子我也讲了2个月。好，那今天呢，我好不容易把我这身制服塞进我的身体里面。对，这是我这次去大陆营换来的一套美国童军的制服。换到的时候很开心啊，那穿上去的时候才发现啊，怎么是 S 号的？很努力的把它塞进去，好了，勉强塞进去。好，那今天这个题目对，我不知道现在在场，我比较好奇的是，在场你们是现在的工作是在团里面的工作是幼童军团长的，可不可以偷偷，也没办法偷偷举个手啦，可不可以举个手，让我知道一下，你现在在团里面的工作是幼童军团长？哎呀，都没有吗？还是不太好意思承认这样子？好，也没关系，没关系。那我今天为什么会取这个题目呢？很热的厨房其实这个跟我之前有一段经验很有感啊。就之前呢，以前我在另外一所学校服务，那所学校的老师呢，就常会利用教师晨会的时间，然后就会举手提出一些对学校行政的一些意见看法。对，那当然你们也知道嘛，人有时候就是很习惯，就是会从自己的角度来出发，他不会从学校大局的角度来看学校为什么这么做，他只会从他自身的角度利益来出发。对，然后他就会去要求学校你要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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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当他要求的时候才能够符合他的需求嘛。那当然学校也不是每一次都会买这个单，或者就是听他的意见或干嘛。对，然后他就会觉得说，你们这行政人员很奇怪哦。对啊，每次叫你们怎么样就怎样怎样。然后接下来他就丢了一句惊世名言，我记到现在，我不是记仇啦，我只是觉得这句话其实还蛮值得深思啊。他就讲这句话，他说：你们既然那么喜欢做行政，怕热就不要进厨房啊，就直接丢这句话。那时候我心里面就犯嘀咕，因为那时候我是行政人员嘛，我就说我又没有很想做，你为什么丢这句话？对啊，我住在这边我也不得已啊，对，我也是被迫坐在这边的啊。对。但是这句话其实事后想想怕热就不要进厨房这件事就让我有想到一些事情。对。那想到我今天这个题目那我就会想到说，其实像我们当老师，我们从师院毕业一出来，然后当了老师，那以前学校团的童军原则上都一定会丢给这些所谓的新毕业的师院生来带，因为学校有些资深老师，除非那个资深的老师本来就很热血，已经在带幼童军了，那通常如果没有的话，也是丢给这些刚毕业的这些师院生来带，所以我们很容易就会当到学校的幼童军团长，很容易就是你可能就是不小心就会是学校的幼童军团长。好，也就是说，我担任幼童军团长这个工作呢，其实如果含学校团的话，其实也已经20几年。也就是我当老师多久，大概幼童军团长这几个名词，大概在我身上大概就是差不多这么久的时间。对，那这个位置说的比较不好听一点这个位置又没有钱，就没钱啊。你今天如果说是去担任一般民间的公司，甚至于担任学校的行政工作，都会有所谓的加级。那幼童军团长没有加级对，它就是一个义务付出的位置。对，所以我为什么说，但是这个位置真的这么好做吗？听起来幼童军团长团长很大呢外面的人听起来你团长没办法你没办法就搞团长啊呢。但是我相信各位服务员应该都有这个想法，就是团长有什么好的？团长很可怕，你知道吗？感觉整个团最小的就是团长啊。对了，我不知道各位对于幼童军团长这件事情，你们的看法或想法会是什么？但很明显的如果我们在圈子内的，我们在巷子内的，我们就其实应该都会知道，这是一个塞葵。
我直接讲了，就这是一个 cycle， 对，有多晒呢？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厨房到底有多热哈。好，那右龙军团长哈，这个职务啊，它基本上在团里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重点。第一个呢，右龙军团长他其实就是小狼们的阿 K 啦。好，这个是最显而易见的，也就是每次团集会的时候，团长一定要站在中间干嘛？做吼声嘛，这是最明显的啊，他就是小狼们的阿 K 啦。对，也就是说呢，你呢就是标准我们一般形容所谓的服务员的形象。好，也就是阿 K 拉他扮演的是狼族领袖的角色。那幼童军团长他扮演的就是整个团里面幼童军团的一个领袖的角色，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成年领袖的榜样跟模范。所以你站在那边，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绝对会是小朋友的焦点，也会是服务员的重点。也就是说，你站在那个圈圈中间，好。基本上你代表的就是整个幼童军的一个重心，好，这是一个最明显的眼睛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地方。再来呢，它也会是整个幼童军团的一个领航员，也就是说你这个团要走向哪个方向，这个团你要怎么样运作，基本上都离不开你，你不可能说这件事情跟你无关。你也不可能说，哎，团集会设计跟我无关啊，那是那个谁设计的？啊，我们这次团集会活动要在哪里？哎，不好意思，这跟我也没关系，这也不是我决定的。幼童军的团长，基本上你是撇不开的，这些东西都跟你有关，也就是所有这个幼童军团的大小事，跟你都绝对有关。就像你是一个学校的校长，那下面的人犯了错。你绝对不能说啊，这个跟我没关系，这是学务主任的事啊，这是总务主任的事，啊，这是教务主任的事，绝对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个学校的校长，所有的责任你要一肩扛起。所以幼童军的团长，他其实除了是成年领袖的一个榜样跟模范之外，那他也会是整个幼童军团的一个领航员。你必须带领着大家朝向正确的方向。所以幼童军团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你的观念要正确，方向要正确。如果你的观念方向不正确，你的整个团的走向就会往比较奇怪的方向去。我不能说不正确啦，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如果说硬要讲不正确，我觉得这个也太硬。我们只能说会往很奇怪的方向走去。OK， 好。再来呢，他是整个活动的总规划设计师。好，就是我之前有讲过那个团集会设计嘛，对不对？那其实团集会设计这件事情呢，我不知道大家各团的那个执行的人是谁，但是不管执行的人是谁或设计的人是谁，他一定会有团长的意念跟影子在里面。也就是说，这个东西被设计出来，如果不是团长设计的，团长一定会看过吧？那看过之后，一定会有一些意见，会跟设计人讨论，对不对？那在讨论的过程之中，那一定会有一些自己的影子在里面，或自己的一些想法意念会在里面。所以这个东西，团集会设计或者是整个活动的走向，基本上跟团长也脱不了关系。好。对，那像我们团的话，在团集会设计来讲，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处理，所以基本上我们团的服务员啊，包括副团长啊，其他的服务员这些，我们在操作的过程的时候，这些东西呢，他们就是执行这个部分。那现在的话，因为我们就是有一些，就是我们之前我们团的一些服务员，他们有去就是接受了所谓的幕章训练。那他们来之后呢，他们也会提出一些自己想要干嘛的一些做法。那原则上我也是会鼓励他们啦，对，我也是会鼓励他们，好，那你们设计看看好了，对，那我们就试着 run 看，对对对，那会有一些这样子的，但是次数不会太多。那原则上大部分的一些想法跟做法呢，基本上不管哪一次，
那原则上都还是会有我的，就是还是会有右统军的团长的一些影子会在里面，所以右统军团长他就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位置，他必须要掌握整个团的一个走向方向，那掌握的不好，方向错误不要说方向错误啦，就是方向怪怪的，那你这个团的发展就会怪怪的。因为我有看过那个方向怪怪的，然后那个团现在整个的发展就真的是怪怪的我也不方便讲是谁啦，反正就是原则上都有看过。对，好，那这个是右统军团长他被赋予的一些神圣的意义跟形象，对，他就是阿 K 啦，对，然后富有榜样跟模范的阿 K 啦。好，这是第一个部分。好，再来第二个部分呢，他必须要去处理人的问题。我可以跟大家讲啦，其实我本来要开另外一个，题目叫做童军服务员的后宫甄嬛传，但是我觉得这个太可怕，讨论起来就是都在谈八卦。那我只能说，身为团长，你不可能不处理到人，因为他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团体。你也知道处理事跟处理人，你会觉得哪个比较简单？当然是处理事比较简单啦，处理人是天底下最难的事。人字两画好写，但是难做。尤其是当你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你要处理你下面的人。那这个下面的人呢，他只是形式上在你下面，但是问题是，当在团集会执行上的时候，你跟服务员之间其实是一个伙伴之间的关系。对，但是当然位阶上当然是有高低啦，但问题是当活动在进行的时候，团长跟副团长跟其他服务员之间又是一个合伙的关系。对，这个是童军运动里面算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做法跟一个做法，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意象。那在团里面，你除了处理所谓的服务员之间，你还要处理什么？你还要处理你跟家长之间，你还要处理什么？你跟小狼之间。那如果比较有规模的团，你可能还要处理你跟团务委员会跟主任委员之间。对，那你跟这些人之外，他们这些人彼此之间还有彼此之间的一些有趣的、复杂的、微妙的关系。好，当出现问题的时候，你都必须要去处理，因为你不处理，让这个问题烂到后面，整个团就会分崩离析。对，你就会发现，我担任幼童军团长，我怎么感觉好像都在处理人的事情，但是问题是你不处理，那你的团就会变得比较危险。那你去处理的也不见得，你也不见得说真的会处理到多好，但是你就一定要处理，因为当你站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那比如说比如说我们就针对我们对团内的服务员来说好了，对啊，那比如说我一次团集会下来，工作分配我要叫谁去做这个，叫谁去做这个，对不对？那团集会的之前，比如说我们团集会要实施之前，那我们会把团集会设计写出来，那我们会把人分配上去，那这个时候要处理的是什么呢？接下来就会突然打电话告诉你，团长不好意思哦，我有事哦，这礼拜可能不能去哦，有事，好，接下来他又不能来了，你要换人上去，要换谁上去呢？对，那比较刺激的是那个啦，就是团集会前10分钟，然后这时候电话打来，团长不好意思，我临时有事不能，对，就是你就是要永远都要处理这种突发性的意外，好吧？再来的话就是说，你除了要处理这种这个其实你如果说今天纯粹只是处理所谓的工作上的这些问题，也还好，我必须说也还好，反正就是找个人上去就好。如果真的没人，就是你自己下去就好。对，但问题是今天要处理的还有人跟人之间的那种关系。你要知道人跟人之间相处你不用奢望说人跟人之间相处每一个都会是很和谐的，因为你要知道人多意见就多，
是非就多。好，对，各位还记得有一首歌吗？流言传来传去，到底是不知道到底是谁对谁错？对，因为每个人都有好恶，都有喜好，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做事情的方式。那你必须要去兼顾这些人做事情的喜好，然后把这些人的好恶呢，然后能够很清楚的知道，然后甚至于你还必须要了解这些服务员他的专长是什么，然后你必须要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些人结合起来，然后形成一股力量，然后去推动幼童军活动。这个就是身为幼童军团长，那你必须要去思考的地方。再者，除了工作上的联系之外，对，那因为这个团体是属于义务性团体，也就是所有人来这边的人基本上是没有在拿钱的，也就是大家都是花了时间来的，也就是花了时间，然后也花时间去受训的。那他们自愿来的状况之下，对，你要怎么样让这些人能够凝聚在一起？你要怎么样让这些人相信团长会带我们走向正确的道路？你要让这些人怎么样去相信，然后让他们去维系这些人的情感，这个时候也是你团长该做的事。对，那你就会发现，为什么要做团长？对不对？好，我要处理服务员的事。好，服务员，我现在讲的这么多，只是服务员这一块哦。好，再过来，身为团长还要处理小狼的事。对，小狼在活动的过程之中啊，有的时候小狼也会吵架啊，然后有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就是突发状况啊，小狼不受控啊，或甚至于就是在活动过程中受伤啊，这些一些奇奇怪怪，或者小狼不受控，然后不遵守秩序，然后跟副团长顶嘴，然后不配合这种东西。这些东西最后如果说副团长或服务员没办法处理的时候，接下来团长就要跳出来处理。好，也就是说你还要去处理这种所谓的小狼这一块。再来的话，再来的话，你还要处理所谓的这些有些的小狼，家长可能不是所有的家长都在团里面，那有一些就是所谓的幼童军家长，之前有跟大家讲过了。对，你还要处理幼童军家长这一块。对，也就是说你要处理的部分，除了这3块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你还要处理，如果说你的团务委员会是正常的，那你可能还有一个就是你跟团务委员会之间的关系，你的年度计划规划完之后，那你可能需要经费执行，那你要怎么样跟你的团务委员会去沟通，说希望这次团务委员会能够多给我们一些经费，然后让我们能够执行这些活动。好，这些都是一个幼童军团长你必须要做的事也就是处理人的问题这件事。幼童军团长他非常的重要。好，那再来的话，一个幼童军团，我刚讲到的部分就是经费的争取的部分除了跟自己的团务委员会之外，那再来就是所谓的你必须要去经营所谓的对外的关系。好，也就是说，身为一个幼童军团长，你不能闷着头自己在那边玩的很开心啊。对啊，你总要有一些就是所谓的对外跟其他友团之间的一些联谊或联系，或者说我们可能就是要有一些能够参加一些对外的活动，然后让我们团内的小狼，然后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参与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幼童军活动这个的话，也就是你身为幼童军团长，你必须要去思考的部分。比如说，我1年的团集会里面，我要安排几次要出去哪边，或甚至于就是你可以考虑说，我要安排跟哪一个团，然后我们联团的团集会。对，就是你要去做一些这样子的规划。好，这也是身为所谓的幼童军团长，你必须要去思考到的部分。那刚刚说申请经费这一块，我刚刚讲到的就是跟自己的团委员会之外，那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跟其他的单位能够申请一些经费。那像我们团的例子就比较有趣因为我们团的那基本上我们在这一块上的话，
目前是还没有去跟外面要到钱啊，因为我们主要是因为我们团的主任委员是现任的市议员嘛，啊，所以有的时候我都是直接跟我们的主任委员那个团内现在最近钱比较少了，啊，接下来就少多少，接下来就是他会就是会想办法，就是找一些经费给我们这样子。对，那我们团的做法大概是这样。好，那经费争取除了跟自己的团之外，那还有一些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外面的一些单位啊，你可以请求别人赞助啊，或者是什么的。好，那这个部分其实跟幼童军团长也是有关系的。好，所以身为一个幼童军团长，你看他要做的事情，绝对不会是各位想的那样，就是穿得很漂亮的制服、很帅的制服，在圈中间发号施令，这是表象。好，实际上私底下要做的事情是非常多的。好，那再来的话，团的行政部分，好，那幼童军团长也要肩负这些的责任。那像我们来说，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团的经营方式是社区团跟学校团结合啦，也就是社区团就是学校团社区化比较接近这个，但是我们的组合模组又不太一样。像台北市他们就是学校团，但是社区人士在经营啊，大部分都是这样。但我们的经营模式比较不一样。对，那我们是社区团，然后但是我们呢去帮助学校团发展，也就是说我们会进到学校团去帮学校团发展。对对对，然后但是呢又让学校团保有自己的团旗。好，三项登记呢，像比如说像我们团来说好了，我们团有大概7间国小的人。那这7间国小呢，那我们可能就是会跟他们说 ，OK， 那你们每一年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就是帮我们这些小狼，还有帮我们这些家长服务员，帮他们做3项登记就可以。对，我只有要求他们这样而已，就是你们只要每一年帮他们做好3项登记，这样就可以了。对，那我们要活动的时候，你们学校的场地要给我们用，大概是这样。对，所以我们的经营模式又跟台北市的不太一样。那不管怎么样，其实就是团行政的部分，好，你必须要去掌握到，就是怎么样可以让这个团运作的更顺畅。对，那比如说财务也好，或者器材也好，好，当我们在活动进行的过程之中，对，那这些都是一个幼童军团长必须要考量到的重点。好，那再来的话就是，身为幼童军团长，你可能必须要去兼顾到一些情况，就是团内的服务员的部分。好，这接下来我觉得我还是会讲回到服务员的部分。那这些服务员的能力的部分，你可能必须要去注意一下。也就是说，团内的这些服务员，他受完训练之后，他有没有一个可以学习的管道或方式？也就是说，你可能可以让他，就是比如说像你可以鼓励他，可以去参加所谓的幕章训练。对对对，好，如果没有，他不想参加，好，那就想尽办法能够让他就是具备服务员的能力，然后可以服务到团。那一般来说的话，可能我看过的台北市啊，那他们可能就是会有，就是会办一些自己团内的所谓的服务员研习。那我也知道，在台北市他们也会去做一些，比如说像他们学校团社区化，就是还蛮明显的。然后他们会把学校分成 A 组、B 组、C 组，然后他们组里面会做服务员的一些进修研习。好，这是我看到的台北市是这样。那我们不是台北市的，我们基隆市的呢，基隆市没有这样的资源呐。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是要考虑，就是说，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让我团内的这些家长们也可以有一些进修的模式，比如说鼓励他们去参加一些进修。像我们最近团里面有些家长就开始就是台北市有要办那个急救训练哦，啊，我们团要不要去啊之类的啊，就是让他们可以有一个进修的一个管道。那如果没有办法，那就是至少你在团内，比如说他们在进行团集会的时候，那比如说他没有分配到工作，那你可能就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呢，跟他讲一下就是操作的方式。那
其实我以前很习惯做一个啦，就是比如服务员的进修，我以前很习惯就是团结会结束之后把所有的服务员叫到这边来，这1、2年比较没有做啦。所以我以前会有一个习惯，就是团结会结束之后，然后我会把所有的服务员通叫过来，那我会跟他们讲说，你们今天在操作团结会的时候，你们今天那个谁玩游戏的时候应该要怎样？谁说故事的时候应该要怎样？对，然后大概趁那个机会，然后让服务员可以了解到说 ，OK， 那我下次操作的时候应该要怎样？也就是说，身为团长，那你可能必须要这种所谓的在职的训练，你可能有的时候也必须要一肩扛起来。所以我有时候常常跟人家讲，我说我当团长一个人带3个团。为什么是带3个团呢？小狼1团，家长1团，服务员1团。对，你基本上你就是带着3个团在身上。对，这就是幼童军团长。那你们听到之后就会觉得，那谁要当幼童军团长啊？那很可怕的事情啊！当这个根本就是塞鬼啊！对啊，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还是鼓励大家，就是担任团长这件事，还是鼓励大家，如果真心有机会可以担任的话，还是让大家能够勇于尝试呢？好，那就像我刚刚讲的，担任这个位置，你才有机会能够把你对统军的一些好的想法跟理念，然后能够实践。为什么呢？因为你比如说你担任服务员或副团长，对他比较轻松，我只要任务下来了，我只要努力完成就好。但是呢，当你觉得说有一些做法上，或有一些处理上，你觉得还可以更好的时候，但是问题是因为你没有在那个位置上，你就没有办法去做改进。你可能顶多只能说，建议团长，团长，我觉得这边应该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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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问题是，有的时候团长不是团长错，而是有时候是做法上的不同。那这个时候你没有在那个位置上，你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去能够实践你的一些想法。所以这个位置虽然辛苦，但是呢，在这个位置上，你还是有机会可以去实践你对童军的一些美好的想法。就是你在这个位置上，还可以有一些不错的做法。再来鼓励大家担任幼童军，如果有机会担任幼童军团长的部分的地方的话，那再来的话就是你担任团长，你会有很多很多让自己进步的机会，因为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子你没有在那个位置上，你就没有办法进步。我后来发现是这样，就是你哪怕是被迫上去的。被推上去的也好，挤上去的也好，你自然而然你就会让自己想办法让自己像那个形象的位置，那你就会很努力的去学习当一个好团长。对，一开始当然一定是跌跌撞撞，因为没有人天生会当团长。但问题是，当你站上这个位置，当你有责任心，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你站上这个位置，你就会很努力的想要让自己很像小狼心中的那个阿 K 啦，你就会让自己进步，你就会想要让自己，说故事我也可以，玩游戏我也可以，然后什么你都可以，进城也 OK， 唱跳我也行。好，慢慢的你就会让自己变成一个很全能的一个形象。对对对，就像之前呢，我一开始在担任幼童军团长的时候，你也知道嘛，就是我们老师。当然这些事情原则上我们当老师，比如说上课，比如说讲故事因为本来这就是我们的本职学能嘛，对了，自然而然就不会是问题。但是呢，如果你是一般的外面的家长，就是你担任到这个位置，你会很像那个宫廷一样，就是看到皇帝来了，就是诚惶恐。对，因为你的惶恐在于就是你会担心自己做不好。但是当你坐上那个位置，你就会强迫自己，我要把这个东西弄好。只要你有这个想法，有这个心，你的事情就会做好，因为你会不断的让自己进步，你会有那个动力，想要让自己进步的那个动力。只要你有这种想法，你就会进步。
对，哪怕那个进步的速度是缓慢的，但是你就是会进步。好，你就会发现，哎，我慢慢的在人前开始跟小狼讲话的时候，我开始不抖了，哎，我开始不会怯场，我开始会知道我要讲什么，哎，就是这样，就是慢慢，就像我们刚开始刚出任老师的时候，我们站在讲台前面也是会害怕啊，面对那么多的小朋友，但是上久了之后，哎，讲多了之后，哎，慢慢的就会有进步，啊，越来越有老师的样子。同样的，担任团长也是一样，当你站在那个中间的时候，一开始可能就是会不知所措，但是到了后面2次、3次、4次，你就会慢慢的就会往团长的方向前进。那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有机会，担任团长，它是一个让你成为你在幼童军服务员领域里面一个可以进步很快的一个位置。第3个，鼓励大家就是担任幼童军团长，还有一个你可以学习到如何跟各种人相处。因为必须你这个位置必须要接触各阶层的人，包括所谓的我们不要说上级长官啦，也就是说，哎，可能你必须要接触到团外的这些人，你可能必须要接触到所谓的团委员会的人，你可能必须要接触到服务员，跟你一起服务的服务员伙伴，你必须要接触到所谓的小狼，接触到家长，你会去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当然在接触的过程之中，有些是愉快的有些是愉快的经验，那有些是不愉快的经验。好，那不愉快的经验不外乎就是意见上的争执啊，甚至于吵架。不过应该不会到打架。对对对，就是应该就是会有一些意见上的争执，然后你可能会有一些冲突产生。对，那这些东西不管你是好的经验也好，或不好的经验也好，这些都会是成为成功团长必须的养分。好，那不要想说我当了团长之后，所有的东西都会按照我想的那样，我做的那样，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按照我的蓝图走，没有那么 OK 啦。基本上这个不是连续剧，好吧？这是现实生活。现实生活担任团长，你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你会有很多很多的不如意，你会有很多很多的压力，但是这些不如意、这些挑战、这些压力，都会是你迈向成功团长的养分。因为当你经历过这些东西之后，你就过了，你就会发现啊，后面这个哪有什么，我以前怎样怎样。OK， 你就会知道该怎么处理。以后万一碰到同样的 case， 你就会知道要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东西，可以让这件事情处理的圆满一点。这个就是所谓的经验的一个累积。好，所以这是一个你担任在这个位置上。再来就是当你站在这个位置上，你还可以学习到如何去处理突发紧急的事件，就是反正什么事情都找你嘛，对不对？那万一小狼在这个过程之中，常会有一些意外，比如说受伤啊，比如说小狼突然干扰整个活动的进行啊，突然这个家长临时开天窗没出现啊，这个活动是他的，但是他没出现啊，就是有很多这种临时的意外，比如说活动到一半突然雨下来啊，接下来呢，你活动要怎么进行啊？你的器材嘞，这些东西啊，怎么去配置这些服务员啊？临时要撤到哪里？就是你会有很多很多处理到这种所谓突发事件的机会。好，那当然突发事件来一定会手忙脚乱，因为毕竟没有碰过。对，但是处理完之后，那基本上你的功力又往前再一步，也就是说你会有很多很多让自己可以进步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担任所谓的幼童军团长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一个磨练，它其实是一个可以磨练你心性的一个好地方。那它也是可以让你一个在不要说短时间之内，它是可以一个不断让你进步的一个位置。对，所以其实我个人会觉得说，不要害怕去接所谓的这种什么幼童军团长。对，虽然厨房很热，
OK， 虽然厨房很热，但只要熬得住热，你就会是那个成功的厨师。你去看我们现在市面就是这些所谓的成功的厨师，哪一个不是每天在厨房待个10几20小时？哪一个不是那个火炉这样一直烧，然后一直拼命的流汗，然后每天就在那边弄，对不对？我们看到的这些名厨，哪一个不是这样？对，虽然厨房很热，但是只要我们熬得过去，基本上我们就会是那个成功的厨师。对，那所以幼童军团长，其实我今天其实不是要跟大家分享，是说，就是说，哎，你必须要具备什么样子的技能，而是我今天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身为幼童军团长，你应该要具备什么样子的态度，对，你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好，那身为幼童军团长，你必须要把目标放在我要如何让孩子们成长，而且是健康、快乐、正向的成长。你要永远要把这个目标放在这个地方上，不要把目标放在比如说伙伴跟伙伴之间怎么了，然后怎样，就是每天都在处理这种就是影响到自己目标的事。你的目标永远要放在这个位置上。如果当你的目标看在这条线上，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你的一个挑战，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你可以成长的机会。只要我处理过，只要我经历过，那我的目标就会更清晰、更明显，我就是往这一条路上走。所以担任幼童军团长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你要把你的目标放在如何帮助孩子们成长这件事情上。第二个，你呢要成为那一个帮助团内服务员一同成长的那个关键性角色，你要带领着大家一起成长的那个角色。你总不能身为团长的呢，我个人比较希望的是他可以成为一个服务型领导的典范，也就是做事情大家一起做，当然这会有分工没有错，但是就是大家一起做。好，虽然我们跟所谓的副团长或服务员有上下形式上的关系，但是我们是同一艘船上的一群人，只是我的工作是船长，你是舵手，你是轮机。OK， 就是只是做分工而已，但是我们的目标就是带领着幼童军团航向正确的方向，就是把这些所谓一起来参加的这些服务员们当作是共同的伙伴，然后我们带着大家，带着小孩们一起前进。第三个，幼童军团长，你必须要把自己当成是一块干的海绵。为什么要干的海绵？因为以前我有听过，就是听过一个比喻，很有趣啊，就是一个干的海绵跟一块湿的海绵，哪一个吸水吸的比较多？当然就是干的海绵多啊。也就是说，我们要有旺盛的学习欲望，只要我们能够有旺盛的学习欲望，我们就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可以让自己很进步。那我们在不知不觉在别人的眼中，我们就会变成那一个典范。那我们其他的伙伴就会看着我，我们团长会这个，哇，他又去学什么？他又去上什么课？他要去干嘛？我似乎应该也要跟他一样，这样子，当我进步了，那我的孩子们就会跟着进步。对，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把自己当成是一块干的海绵，不断的吸收新知，然后不断的吸收一些新的做法，然后唯有这样，你团内的一些课程也好，或甚至于带领小狼的方法也好，或者是所谓的服务员的技能也好，就会有所精进。当这些东西有精进的时候，真正受益的会是我们的孩子。对啊，也就是我服务员哇，每个都很强哇，副团长也很强哇，团长也很强哦，孩子们来这边参加活动好开心哦哇，这些人经验丰富什么的哇，对，然后就整个90分钟到120分钟的团聚会非常精彩，孩子们非常开心。对啊，这个就是身为幼童军团长必须要具备的一些条件跟特质。好，最后
最后一个特质今天好像是讲的久了一点，不好意思。对，你必须真心的爱这个团所有的人。我是真心爱你们，所以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让我们这个团能够朝向正确的方向，能够珍惜，然后能够带领的孩子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真心的爱孩子，所以我牺牲了我的假日，我用尽我的全力来带领这些孩子，因为我爱你们这些服务员。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起，能够营造出一种良好、和谐、团结的气氛，然后一起带领的孩子，让我们这个团能够一起不断的往前迈进。你必须要具备我是真心爱你们这件事。虽然这个想起来很抽象但是问题是你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你做什么看起来都是假的。对，这个不是，这种东西不是你今天嘴巴都会说，或者你表面都会做，可以做出来的。你有没有爱这个团？你有没有真心的想要让大家变好？你有没有真心的想让大家一起成长？这个其实你身为团长的，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就会表露无遗。你有没有具备那样的热忱？尤其是当你在带活动的时候，那股热忱，不用说小狼了，旁边的家长或服务员都可以感受得到，那个东西是藏不住的。那个无意间会流露出来。很多东西就是这样啦，就是不像科学一样可以量化，但是你知道爱这件事，它会是我们在带领幼童军活动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来源。如果你少了这一块，你做什么东西做起来都不像，然后也没有办法感动人，孩子也不会爱来，那服务员也不会跟着你一起前进。对，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真诚的概念。那真诚这种东西不是用嘴巴讲，对，基本上大家会看，你做的这些东西有没有那样的感觉，大家都会看。大家都很聪明。对，好，那原则上，身为团长，我个人会觉得，带团的方法可以学习，那技巧可以学习，但是态度要正确。那如果能够做到这样，那我相信这个很热的厨房以后出的顶级厨师就会是你。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所以幼童军团长，对，他是个很辛苦的工作，但是呢，也是持续的做下去，他会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工作。希望大家有机会坐上这个位置的时候，能够让这个位置变成你成为童军服务员或幼童军服务员一个让你很有成就感的工作。好，那今天是我的分享，好，谢谢大家。对。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哈，谢谢亚兰。不换。今天再次又给大家满满的这样子的一个时段的内容分享给大家哈，做了非常多很重要的提醒，尤其是到最后的时候给我们的这些总结哈，这是真的在团里头的确就是看到刚刚亚兰团长所提的这一些关键的特质，真的超级无敌重要。我们就祝福大家未来都拥有这一些的能力，好哦，加油！那对，加油，大家加油！好，爱丁瑞，大家都成为顶级的，不好意思，顶级厨师吗？顶级的，我听到顶级厨师，对，好，那我们现在大家有方便吗？我们就是先来个合影，那待会就是想要交流的呢，可以就是在合影之后呢，就是继续留下来跟我们的亚兰团长好好的交流聊一聊。好，那都在了吗？要开的都开了吗 ？OK， 好，今天有一些可爱的人，已经可爱动作开始越来越多了哈。这是我们亚兰团长，那会不会笑太久？每次都在给我们可爱的动作。我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杨澜团长每一次都是这么的有活力，在我们的讲座上出现了。强颜欢笑，你知道吗？掌声在欢好啊，准备喽，看一下哦，3，我的手 ，OK， 3、2、1，好，那我来这边就再拍一张哦，看一下哦。你是否明白？真的哦，哦还可以动一下，我们会笑起来。好了吗？好，预备喽，3、2、1，都来太好了，谢谢各位哈。我会默默祈祷，痴痴等待。谢谢观赏贝学院系列讲座，请记得按赞、分享、订阅，并开启小铃铛。